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这个频道。今天我们要聊一个特别接地气又有点玄妙的话题，祭拜祖先的那些门道。清明节快到了，你是不是也在准备去墓地给祖先烧点纸，摆点贡品？别急，今天我带来了一位高僧的开示，告诉你祭祖的正确姿势，还有哪些东西千万不能碰，不然不仅没福气，还可能招来麻烦。如果觉得这内容能帮到你，赶紧点个赞，收藏起来，后面的干货值得你反复听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讲。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。祭祖可不是随便摆点东西、烧点纸就完事的，这里面有讲究，有禁忌，做对了子孙兴旺，做错了可能麻烦上身。高僧说了，祭品里水果代表阴，糕点代表阳，这两样是基本配置，可有些东西你要是敢拿去祭，祖先不仅不领情，还会生气。到底是什么？别急，我先带你一步步拆解，告诉你怎么祭祖才靠谱，怎么才能让祖先满意，子孙平安。一、祭祖物品怎么准备？别乱来。祭祖第一步就是准备东西。高僧说了，这不是超市购物，想拿什么拿什么，每样东西都有说法，用对了是福，用错了是祸。听好了，我给你一条条讲清楚。首先，香是必须的，香就像信号发射器，一点燃，祖先就知道是子孙来祭拜了。别小看这几根香，它是沟通阴阳的桥梁，没香等于没敲门，祖先根本收不到你的心意。选香也有讲究，最好用天然的，别买那种花花绿绿的化学香，味道呛人又没诚意。第二，水果不能少。高僧说，墓地的影响能覆盖5代人，所以最好准备5种水果，像苹果、橘子、香蕉、梨、葡萄，寓意5代平安。如果条件有限，准备1种也行，但别偷懒不带，水果代表阴性能量，是祭祖的标配。注意，别拿烂水果，祖先不是收破烂的，用心点。第三，糕点得有。糕点属阳，和水果阴阳搭配，缺一不可。常见的像发糕、绿豆糕、枣糕都行，象征阳间的温暖和甜蜜。但别随便拿肉类去祭，高僧特别强调，肉不是常规祭品。过去祭天祭地用3牲5畜，那是神圣仪式，可祖先没那么大功德，拿血淋淋的肉去供，不仅不合适，还可能是大不敬。你想想，祖先在下面看到鸡鸭鱼肉，得多尴尬。第四，纸钱得烧对。烧纸钱有讲究，别买那些花里胡哨的天地银行冥币，那是商家忽悠人的玩意，跟假钞似的，烧了没用，还惹麻烦。正宗的是麻钱纸，简单朴实，祖先认这个。别烧纸糊的手机、车子、房子，那些是营销噱头，祖先用不上，你烧再多也是白搭，还浪费钱。第五，蜡烛要点。蜡烛是灯，点一根寓意照亮子孙的路，让你在人生路上不走偏。高僧说，这叫明道烧香，别嫌麻烦，一根蜡烛几块钱，效果却比你想象的大。选白蜡烛或者红蜡烛，别用彩色的，太花哨不严肃。这些东西备齐了，你就有了祭祖的基本装备。但光有东西不行，怎么用也有说法，下面我给你讲操作细节，别出错。二、烧纸焚香的正确姿势，别搞砸。东西备好了，怎么烧怎么摆也有门道。高僧说了，烧纸焚香不是越多越好，也不是随便搞搞就行，每一步都得用心。先说烧纸，
只不是烧得越多越好，除非家里特别倒霉，比如子孙老出事，生意赔钱，家庭不和，这种时候可以多烧点，求祖先帮忙。可平时呢，适量就够，别烧得像放烟花，太夸张反而不好。烧的时候有个大忌，不能用棍子挑碎纸，挑碎了就像人缺胳膊少腿，祖先收到残缺的贡品，谁高兴？烧纸得慢点烧，边烧边念叨点好话，比如祖先保佑我们平安健康，这样才叫续火添香。很多人烧纸跟赶火车似的，挑得稀碎，烧完就跑，这哪是祭祖，分明是敷衍。再说焚香，香的数量有讲究，最好烧365根，象征一年365天都受祖先庇护。如果是全家祭祀，按男丁分香，比如5个男丁分5把，10个分10把，每把点燃后一起插在墓前，这叫补阳。高僧说，点香得全点燃，别留半截，半截香等于半心半意，祖先看了也懒得理你。烧纸焚香的时候，别急着走，多留一会，跟祖先聊聊天，念点经，像心经或者简单的祝福词都行。这对子孙有实打实的好处，比如家里女孩多，可能添个男孩，赚钱辛苦的可能慢慢轻松点。高僧说了，祭祖不是单向输出，是双向沟通，你多用心，祖先多帮忙，别敷衍了事。3. 祭祖禁忌，这些千万别做。祭祖有禁忌，高僧特别提醒，有些东西不能碰，有些事不能干，不然麻烦大了。第一，祭品禁忌，除了水果和糕点，别乱加东西，尤其是肉类和血腥食物。高僧说了，祖先不是神仙，没资格享受牲畜贡品，拿肉去祭祀乱来。还有人烧纸糊的美女、纸手机，以为祖先在下面缺这些，这更是胡闹。烧这种东西不仅没用，还会坏了祖先的德行，子孙容易出问题，比如男人搞外遇，女人感情不专，家里鸡飞狗跳。第二，穿着禁忌，去墓地别穿花花绿绿的衣服，最好是黑色或者白色，显得庄重。穿短裤、裙子大红大绿的，等于不把祖先当回事，家里可能出不靠谱的后代。别觉得无所谓，细节决定成败，穿对了祖先高兴，穿错了子孙倒霉。第三，态度禁忌，祭祖是严肃的事，表情的沉重，别嬉皮笑脸。墓地是祖先的家，你在那笑得像过节，祖先能不生气？高僧说，态度端正，子孙才能发达，嘻嘻哈哈只会招祸。第四，拍照禁忌，墓地别拍照，不管多漂亮的风光都别拍。墓地属阴，拍照等于把阴气带回家，轻则运势差，重则家里不安宁。别拿手机乱扫，尊重比好奇重要。第五，抽烟禁忌，烧香烧纸的时候别抽烟，这是不敬。烟味呛人，祖先闻了也不舒服，你在这边吞云吐雾，祖先那边可不高兴。想抽烟忍忍，祭完再抽，别坏了规矩。这些禁忌听起来简单，可真有人不当回事，结果家里怪事连连。高僧说了，祭祖是大事，规矩守好了，福气自然来，别自找麻烦。四，祭祖流程一步步来，别出错。东西备好了，禁忌记住了，怎么操作呢？我给你拆解7个步骤，照着做准没错。第一步，上香，先上3炷香，点燃后说点好话。如果找不到老祖宗的墓，比如太爷爷的坟没了，就说某某是历代宗亲受此香烟，
前来享祭，这样全家祖先都收到。如果有子孙没来，替他们解释，他们在外面忙，实在来不了，别怪他们，我替他们祭拜。顺便提提名字，求祖先保佑他们平安顺遂。第二步，插香。3根香别一起插，要一根根来。用左手从右往左插，因为对活人左为上，对逝者右为上，这是礼节。插的时候别抖，别插歪，稳稳当当才显得敬重。第3步，跪拜。香插好后，跪下磕头，至少3个，表达感恩。别怕裤子脏，裤子能洗，心不净就洗不下了。高僧说，跪拜是根源的感恩，别站着敷衍，那没诚意。第4步，供水果糕点。按前面说的，摆上5种水果和几块糕点，整齐点，别乱扔。供完后捏点渣子撒在坟前，别全扔了，那是浪费。第5步，烧纸。恭恭敬敬烧纸，边烧边想想祖先的好，比如他们怎么养家，怎么教你做人。别烧乱七八糟的东西，麻钱纸就够，别搞花样。第6步，打扫环境。坟地周围的杂草、垃圾清干净，带去的塑料袋全带走。别把墓地弄得像垃圾场，那是祖先的家，干净点他们才舒服。第7步，处理祭品。水果糕点供完后，大家分着吃，人多就每人拿一点带回家，别浪费。祖先想过了，子孙吃点沾福气。这7步走完，整个祭祖就圆满了。高僧说，流程不复杂，但得用心，每步都到位，祖先才满意，子孙才顺畅。5. 祭祖的讲究，细节决定福祸。除了流程，还有些细节得注意，高僧特别强调，这些小地方藏着大影响。第1，时间灵活。清明节是传统日子，但不一定非得挤那天。如果你在外地，平时有空也能去祭拜爷爷奶奶、父母，带点水果，3炷香，聊聊天，就像他们还在时那样。别带哭带喊，那太夸张，祖先也不喜欢。第2，言语谨慎。跟祖先说话只能夸，不能骂。别说您当年没给我留什么，我现在多辛苦之类的话，这是大不敬。有人老抱怨祖先，结果家里不顺，儿子不孝，生意赔钱，全因为嘴没把门。高僧说，只能赞美祖先的德行，比如您一辈子勤劳，我们都记得，这样才对。第3，声音平稳。说话别大喊大叫，语气要柔和，像跟长辈聊天。眼睛别乱看，往下低着，表示恭敬，别盯着天发呆，那不礼貌。第4，顺序有礼。如果长辈在场，比如爸妈、哥哥姐姐，先让他们烧香烧纸，你再上。别抢风头，那是规矩。有人说女的不上坟，那是老观念，不对，女的也能祭，只要守规矩就行。第5，报喜及时。家里有大事，比如儿子订婚、女儿出嫁，添了孩子，得赶紧去墓地报喜，说清楚家里要添人了，保佑平安，祖先知道后会高兴，福气也多。第6，进退有度。进墓地时低头肃静，像吊唁一样。离开时别直接转身走，退3步，看着墓碑再转，这样才依依不舍。有人转身就跑，子孙可能不孝顺，女儿嫁了就不回家了。这些细节听起来琐碎，可高僧说了，祭祖是心意的事，心到了，福就来了，心不在，麻烦就多。6，为什么祭祖这么重要？你可能觉得
祭祖就是个形式，烧点纸摆点东西就完事了。可高僧说了，这不只是仪式，是跟祖先的连接，影响子孙的运势。祖先是你的根，他们在下面看着你，你敬他们，他们护你，你敷衍，他们就不管。举个例子，有人老让亲戚代祭，自己不去，结果家里怪事多，媳妇跑了，生意黄了。高僧说，代祭等于把祖先交给别人，祖先不认你，自然不帮你。还有人烧纸美女给爷爷，以为逗乐，结果儿子老出轨，家里乱套。为什么？因为不敬，坏了祖先的德，子孙跟着倒霉。祭祖做得好，家里顺风顺水；做得不好，麻烦不断。高僧说，这不是迷信，是因果，你对祖先怎么样，子孙就得什么回报。2025年了，别觉得这过时，试试照着做，看看运势会不会变。7. 怎么办？从今天开始改。听完这些，你是不是有点慌？别怕，从现在开始改还来得及。我给你几条建议，简单又实用。第一，检查习惯。下次祭祖别带肉，别烧假货，照高僧说的备齐香、水果、糕点、纸钱、蜡烛，规矩点。第二，调整态度。去墓地别敷衍，严肃点，跟祖先聊聊天，别急着跑。第三，交给家人。家里人不懂这些，你得带头，把规矩传下去，子孙跟着学，福气才长久。第四，定期祭拜。别只清明去，平时有空也去看看，祖先不嫌你烦，只会更护你。祭祖不是麻烦，是投资。你投点心意，换来全家平安，值不值？你自己算算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。如果觉得这些开始打开了你的思路，赶紧点赞、收藏、订阅。我们下期再见，一起聊更多实用的生活智慧。如果你认为这个信息值得分享，请将这个视频转发给你的朋友和家人。你永远不知道这可能会如何积极地影响某人的生活。在下方评论区告诉我们你的想法。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内容，别忘了点赞，这有助于更多人发现这个视频。记住，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能产生巨大的影响。你的支持不仅帮助我们继续创作，更重要的是，它帮助我们将这些可能改变生活的概念传播给更多需要的人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